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豆腐三鲜汤这么好喝呢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在西红柿的顶部打上14发刀。西红柿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多一点的开水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去除西红柿的外皮。加入开水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豆腐。挑选豆腐的时候，我们最好是挑选这种嫩豆腐，因为嫩豆腐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。我们把豆腐切成薄片。三鲜汤加入一些豆腐，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豆腐也不需要太多，一小块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再把豆腐切成小条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小，因为今天的豆腐特别的鲜嫩，如果切太小的话，那样很容易碎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豆腐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着往豆腐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温水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。用筷子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食盐完全化开。这里我们要轻轻的搅拌，不然的话豆腐很容易碎。充分的翻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2个鸡蛋。有条件的我们最好是挑选土鸡蛋，因为土鸡蛋的营养更加的丰富。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揉合在一起。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差不多了。接着我们准备一根火腿肠，去掉包装，然后对半切开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下刀，把火腿肠切成薄片。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约在1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切成均匀的细丝。火腿肠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，但是我们这里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的美观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木耳，我们把木耳切成细丝。木耳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把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以后，和火腿肠放在一起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我们直接把香葱全部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做汤类葱花我们也稍微的多准备一些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菜。首先把香菜全部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全部切好，和香葱放在一个盘中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西红柿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很轻松的就把外皮给扒下来了。吃完皮的西红柿晶莹剔透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下刀，首先把西红柿对半切开，然后我们再切成薄片，然后转过来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西红柿丁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现在的豆腐也已经完全的浸泡好了，泡出了很多的豆腥味。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个漏勺，把豆腐倒在漏勺里面，控干水分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接着把西红柿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可以小火煸炒，充分的把西红柿炒出汤汁。在炒西红柿的时候，
我们加入1勺食盐，加入食盐，西红柿更容易炒出汤汁，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。像视频中这样，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，充分的把西红柿炒出汤汁。接着往锅中加入1大碗的开水，这里我们一定要加开水。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豆腐也倒在锅中，接着把切好的木耳丝和火腿肠也倒在里面，稍微的翻拌一下，使其受液更均匀。接下来加入1大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我们再加入1勺鸡精，接着加入少量的胡椒粉，充分的翻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接着我们往锅中加入水淀粉，水淀粉一定要分2到3次加入，每加入1次，我们都用勺子稍微的推动一下，这样可以防止淀粉粘锅或者是接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借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接着把准备好的鸡蛋液全部倒在锅中，倒鸡蛋液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呈线状倒入，而且要转角圈的倒入，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鸡蛋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不然的话鸡蛋很容易老，有条件的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鸡蛋豆腐汤就这样做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加入切好的葱花，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把切好的香菜放在大碗中，然后把3鲜汤倒在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做出来的3鲜汤，汤鲜味美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视频如果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